你是不是也好奇 B 站首页这种 banner 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或者你也试着做过类似效果，但总觉得它没有那种自然的空间感，手感也很硬。看完这期视频，你将学会如何实现一个原理清晰、手感自然，还能真正用于生产的视差 banner。如你所见，这类视差效果通常不是一张图直接动，而是把画面拆成多层素材叠在一起。它的核心是一条很清楚的链路。先拿到指针输入，再把它转成容器内部的位置，然后映射成不同图层的位移。近处的图层动得更快，远处的图层动得慢，空间感就是这么来的。不过这期我们不做复刻，因为复刻的重点其实更偏素材和设计。我们直接用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把这里面最核心的实现过程搞清楚。让我们开始吧。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一个静态的 banner， 它现在还不会动，但视觉上该有的层次已经都在了。HTML 结构非常简单，最外层的 Hero Banner 是整个效果的容器，里面的子元素就是不同的图层。CSS 这里抽了一个公共的 Layer 类，并把 Inset 设为-10%，这样后面的图层移动时，四周会多出一圈留白，不容易露出背景色。容器再配合 Overflow Hidden， 把超出边界的部分裁掉。接下来我们就专注在交互的实现。既然效果是响应指针移动的，那么第一步就是拿到指针的位置。先给容器加上 ID， 方便操作。JS 这边选择容器元素，在容器上监听 Pointer Move 事件，我们可以在监听方法中获得指针的位置。这里先试试能不能让标题层动起来。思路也很直接，就是把指针坐标乘一个系数，当成标题层的偏移量，然后在事件触发时更新标题层的位置。可以看到标题已经能够响应指针的移动了，但你会发现目前标题层总是往右下方向偏，并且当 banner 处于屏幕上的不同位置时，这个移动的效果也会变化。比如当 banner 在视口下方时，同样是指针从上方进入，标题移动的距离明显比刚才更大。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拿的是视口坐标， Client X 和 Y 本身是相对于整个视口左上角计算的，所以只要 banner 在页面里的位置一变，最后算出来的位移就会跟着一起变。我们真正想要的应该是指针在这个 banner 里面的位置。这里先拿到容器在视口中的位置，再把指针位置换算成相对于容器左上角的坐标。这段换算只看代码不太直观，我们用图来拆解一下。白色矩形代表视口，蓝色的代表容器元素，我们的指针在这里。Client X 给我们的是指针到视口左边缘的距离，但我们实际需要的是指针在 banner 内部的位置。参考点应该是容器的左边缘，而不是视口的左边缘。Client X 其实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容器到视口左边缘的距离，另一部分才是指针到容器左边缘的距离。我们把第一部分减掉，就得到了 Local X， 也就是指针相对于容器左上角的横向位置。同样的原理，我们可以得到 Local Y。让我们验证一下效果。可以看到容器在页面里的位置变化已经不会影响标题移动的距离了。不过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标题层依然只能往右下方移动，这是因为现在的坐标原点还在容器的左上角。对于这个视差效果来说，我们更希望原点在容器的中心。让我们再看看这个转换是如何发生的。现在 Local X 告诉我们指针距离容器左边缘有多远，但对于视差效果，我们真正关心的是鼠标偏离中心点有多远，以及偏向哪一侧。所以我们需要把参考点从左上角移到容器的中心。Local X 也可以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容器左边缘到中心点的距离，也就是容器宽度的一半，另一部分是指针相对于中心点的偏移。把第一部分减掉，就得到了 Center X。指针在中心右侧 Center X 为正，在中心左侧 Center X 就会变成负值。这样一来，这个值既表达了偏移距离，也表达了方向。Center Y 也是同理，在中心上方是负值，中心下方是正值。让我们回到代码，可以看到现在标题层明显是以容器中心为参考来移动了。我们已经可以控制标题层的移动了，接下来把这套逻辑扩展到多个图层。这里我们直接添加更多层，然后把刚才得到的以容器中心为基准的偏移坐标传给每一层。可以看到现在每一层都会响应指针的移动，整个画面已经开始有空间感了。这里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同样的输入传到不同图层时用不同的系数，远景移动得更慢，近景更快，有时候为了增强空间感，也会让某些图层做轻微的反向移动。不过我想你一定有个疑问，这里的这些系数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些系数其实都是针对当前容器尺寸调出来的经验值，它们看起来像是在表达图层移动的快慢，但其中还混进了对容器尺寸的适配，所以语义并不清晰。这里为了讲清楚，我们先只看水平方向。当容器宽度是1200像素的时候， Center X 的取值范围就是-600像素到600像素，乘上 0.08 的系数之后，这一层最终的水平位移范围就是-48像素到48像素。如果容器宽度变成了2000像素，算法和系数完全不变， Center X 的范围就会变成-1000像素到1000像素，这一层的水平位移范围也跟着变成了-80像素到80像素。也就是说 0.08 这个数字表达的并不只是这一层动得快不快，它还把当前容器尺寸一起带进来了，所以你很难一眼看出来这一层最终到底会偏移多少像素。更自然的做法是先把输入标准化，我们把 Center X 除以容器宽度的一半，得到的就是一个固定在-1到1之间的值。这个值表达的就不再是具体偏移了多少像素，而是指针相对于容器中心的位置。-1表示最左边，1表示最右边，0表示中心。这样一来，后面的参数就只需要表达一件事，这一层在每个方向上要偏移多少像素。像之前写法里的魔法系数 0.08 就可以明确写成48，它表达的不是快慢，而是这一层在这个方向上的最大偏移是48像素。对垂直方向也是一样的，这里就不演示了。对应的代码修改是这样的，首先得到标准化的输入，然后就可以把之前隐含在系数里的偏移量配置显示的写出来。修改之前，我们的计算方式是像素偏移量乘一个模糊的换算比例。修改之后，我们直接把这一层的最大偏移量明确的写出来，后者明显更好理解，也更方便调试。这一步不是为了优化视觉效果，而是先把输入标准化。输入一旦标准化了，后面的每一层其实都只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我在 X 和 Y 方向上最多偏移多少像素？可以明显看到，当前我们的代码中重复的逻辑很多，参数混在逻辑里，非常难以维护。所以我们需要把配置和逻辑拆开。所有的图层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拿到标准化的输入，算出自己的位移量，再更新 transform。所以这里的配置其实很简单，核心就3个值：元素本身，它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最大位移。需要配置新的元素，只要改这里的配置就可以。下面的逻辑也就可以统一了，不再是一层一层手写，而是便利这些配置用同一套规则去计算每一层的位移。到这里视差已经做出来了，但手感还是有点硬。除了继续调这些参数，做视差时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处理，不要让图层太跟手。更自然的状态是指针停下后，图层还会轻轻滑一小段，再慢慢停住，这样才更像有惯性，也更有重量感。但 pointer move 在指针停下后就不会再触发了，所以光靠事件回调已经不够用了。要让图层在指针停下后继续追向目标位置，我们还需要一个独立的渲染循环。而且对于这种视觉更新来说，把动画节奏直接绑在输入事件上也不太合理。更合适的时机是浏览器准备绘制下一帧的时候。所以我们把逻辑拆成2部分，在事件发生时只更新目标位置，真正更新 transform 的逻辑放到一个单独的方法里。这里我们使用 request animation frame， 也就是 RAF 来调用刚定义的 render 方法。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请求浏览器在准备绘制下一帧之前先执行我们的更新逻辑，也就是把样式更新的时机交给浏览器来安排。有了渲染循环之后，我们就可以单独处理怎么追向目标位置这件事。这里我们不直接使用目标位置，而是额外维护一个当前位置，再配一个系数，比如 10%。每次更新时只前进当前位置和目标位置之间差值的一部分。随着 render 被不断执行，这个差值会越来越小，移动也会越来越慢，看起来就像有了重量感。最后我们主动调用一次 render 方法，让渲染循环先跑起来。可以看到现在效果已经好多了，手感没有那么硬了。这种写法叫做线性差值，通常简称 lerp。原理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但实现上还有2个明显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现在这个渲染循环会在页面加载后立刻开始执行，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也就是说，浏览器会一直不断地调用 render 方法。我们的代码应该只在需要的时候才调用 render 方法。所以我们新增一个状态，表示渲染循环当前是否已经在运行。
再新增一个方法，用来在事件发生时启动渲染循环。如果循环已经在运行，就直接返回，避免重复请求 RAF。每次指针移动时，只要确保渲染循环在运行就可以。同时，把原本主动调用 render 的地方删掉，这样渲染循环就不会在页面加载后立刻开始执行。解决了如何开始循环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停下来。这里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直接用相等来判断当前位置有没有追上目标位置，因为这种逐步逼近的写法只会让当前位置无限接近目标值，而不会真的精确相等。所以我们这里定义一个很小的阈值，在当前位置和目标位置的差值小于这个阈值时，我们就认为它已经足够接近。这时候把当前位置直接对齐到目标值，再停止渲染循环就可以了。只有在 scheduled frame 为 true 时，才继续请求 RAF。另外，现在指针离开容器之后，动画会停在离开时的位置。一般来说 ，banner 的初始状态往往才是视觉最平衡、排版最完整的状态，并且从组件设计的角度看，我们也希望它的状态是确定、可预测的。所以这里我会加一个复位的效果。有了前面的铺垫，复位逻辑就很简单了。监听 pointer leave， 在事件触发时把目标位置设回原点，再调用 start render 方法。这样，在指针移出容器之后 ，banner 就会自动回到初始状态。到这里，这个视差效果的核心结构就完整了。如果要用生产的标准来看，还有2个方向可以继续优化。第一，视差这种交互并不适合所有设备和用户，比如触屏设备、没有精确指针的环境，或者开启了减少动态效果的用户，通常都要考虑降级成静态效果。第二，我们这里的 lerp 是按帧推进的，更好的做法是让推进比例跟真实经过的时间相关，这样在不同刷新率的设备上，效果会更加一致。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